喂，你好，文氏大药房。楚小姐，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，我早就听说过了。老夫人，我对您也是久仰。那就直说吧。你过去的遭遇呢，我很同情；你现在的才干呢，我也很欣赏。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，我是10000个的赞成。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，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。但您的反对，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不会找我来了。你先别嘴硬。虽说现在是民国，讲究自由恋爱、自由婚姻，可我是夏初的亲娘，我的话他现在不听，他将来一定会听的。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，他这个人，一旦做下决定，就没有人能够改变。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楚小姐。你想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你何必要执着呢？你倒不如尽快放手。哎，趁着你年华正好，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。哎呀，楚小姐，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？那老夫人，您说说，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？好啊，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。我们夏家，无论是过去的守元药庄，还是现在的菊景堂，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。你们楚家呢？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，现在已经败落的没个样子了，这是不是事实啊？是。那我们再说说人。我们家夏初早期在日本留学商科，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，不说学富五车吧，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。你呢？无论是现在的洋学堂，还是过去的私塾，你一天都没念过吧？倒是没有。还有你是结过婚的人，你又有过孩子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！我们家夏初呢，家世清白，无可挑剔。楚小姐，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。我明白。这做人得讲道理嘛。你说你现在，你跟夏初般配吗？你配得上他吗？娘，老夫人，我娘家是败落了，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总经理，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，那也要敬我3分。我是没有读过书，但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，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女人。是，我是个寡妇，也有过孩子，但您和我不是一样的，您也是个寡妇，也生过孩子。您用这些来贬低我，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。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。如果按照您的逻辑，不管是门第家世，还是身世学历，我都配不上夏初。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，老夫人，恕我直言，您也配不上夏老太爷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您本是穷人家的女儿，为了有口饭吃，进班子戏班学唱戏。后来戏班解散了，您为了维持生计，您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。再后来，大房因病过世，您这才扶了正。如果按照您的说法，那您和夏家那也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门第。娘，哎呀，他都是胡说八道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是，我刚才说的呢，都是胡说八道的。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，老夫人，您为夏家生了夏元、夏初这么2个优秀的儿子，在夏老太爷过世、家道中落之际，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，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。夏家能有今天，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。是，我娘也是个奇女子。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，直到现在，夏家的一些族人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。
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？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，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。我这大半生啊，坎坷10多，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、挺着、扛到了今天。你要问我怕什么？那我真的没什么怕，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，那我也不怕，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。好，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我只是铁了心了，想和夏初痛痛快快的爱一场。不可能！咱们走着瞧。少华，你很棒，我支持你。娘，接下来这2年，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，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。夏元，娘，您这是？我看这件事啊，你必须亲自出马了。啊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娘，您先坐，您先别生气。怎么回事？娘去见了楚小姐，结果被楚小姐说的哑口无言。哎，我来。娘，您先喝茶。夏元，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？是。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她，让她知难而退。娘，这个不是合适吧？生意归生意，感情归感情。什么感情啊？你眼睁睁的看着她祸害夏初啊！娘，我倒是这么觉着的，这说不定这个楚小姐，她就是夏初的福星啊！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您听我说，您看当初这夏初为了她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，家也不要了，命都不要了，咱们说什么都不听。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，让她牵挂着，哎，她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，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啊！你也被她蛊惑了！哎呦，娘，我真的是就事论事，而且的确。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，还需要她的帮助。如果现在跟她闹翻了，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是啊，娘。好，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，这是。哎，娘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医院。娘，您等等我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考虑一下。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，不要再搞错了。楚小姐，有人找你。哎，你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。好的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，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。没事。对不起，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那就好。其实你娘吧，之前还挺认可我的，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，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。但是现在，我也理解她。可能我对她来说，是她最恨的人吧。那是因为，她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，却不知道，作为儿媳妇的你，有多优秀。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那我总也得做点什么吧？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，专心和我恋爱。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？行，哎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陈辉，陈辉，来，姐，哎，陈辉，这是夏初。经常听你姐提起你，你好啊。你们要结婚了？对，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，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。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，照常生活，照常升学。夏先生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请问，您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家里是经商的，
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，你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？每月160大洋。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。是，陈辉，你干嘛呀？你在上海置业了吗？暂时没有，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？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，偶尔去我大哥家住。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，打算住哪儿呢？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。他也可以住我那儿。你身体如何？可有遗传病、传染病？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。你以前结过婚吗？没有啊，有孩子吗？也没有。你确定？绝对确定。你都问完了？啊，没有了。那吃饭吧。姐，哎，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，你就买一个，让我解解馋吧。行，我去买。姓夏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就你这条件，根本配不上我姐。既然我姐认了你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对我姐好。你别看我年纪小，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。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，我跟你玩命。陈慧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，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，那就是对她的爱。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，才能走到今天，所以我很珍惜她，也很看重她的家人，我一定会对她好，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，没有痛苦和悲伤。李姐回来了，赶快坐下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再聊你们俩的姐弟情。吃吧。谢谢姐。哦，对了，姐，这个给你。公民95，国文96，体育99，算术92，数学100，英文62，品行80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英文总是没有进步。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。陈辉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来。那么多单词，怎么背都背不完。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，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，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。比如这个 progress， 就是由 pro 和 gress 两部分组成。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，gress 的意思就是步，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。还真是啊。台交给你了。哎，好。上。小心。下车！下车！你小心我。少华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好。你们楚经理呢？去春江花月了。啊。老高，哎，人都在啊。哦，人都在。老李，哎，文老板，外部的兄弟回来了吗？都回来了，只差一个张灵异，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。文老板，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？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？她说楚小姐后来要去南京路了。啊？对。哎，局势没明朗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。好的，文老板。文老板，南京路去不得啊，他们都开枪了。文老板，危险啊！他们告诉我，你死了。那个我是死了，不过我现在又重生了。少华，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我一定会等你。
我也要等你。现在还不晚吧？一切都还来得及吧？来得及，永远都不晚。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，之后过来找你。我等你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员工都没事吧？都没事。被枪杀的同胞太惨，是要来一场暴风雨了。狗飞有满意之交涉结果，事部开示。卖报！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3日。卖报！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5日。卖报！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7日。截至6月呢，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8809，小洋有8115，铜钱98301。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，但是筹集巨款，还有援助罢工工人，这些都一如从前的。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，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。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，我去看了那个南京路，还有吴淞路延安东路。我觉得这些点呢，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，老板，这已经下班了，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，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啊？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，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。好呀。不跟我讨价还价。行。哎，还是那个抠门爱钱的楚少华好。一心拼事业，无情无欲。你现在这样，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啊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老板，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了。哎，别跟我说是爱情。爱情是其中之一。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？别提了，我都很久都没有见到他。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、干柴烈火的，怎么了？他太忙了，自从南京路那一别，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那1个多月前了。忙什么？具体的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想见你吧？人家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。是吗？哎，这么久没见面，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？不会啊。这么肯定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他呢，就算很多年没见，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，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哎，你有事啊？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？也不是无聊，就是有点肉麻。哎，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，你已经看了3次表了吗？你肯定有事，是不是有约会？谁呀？是女生吗？漂不漂亮？比你漂亮。你认识多久了？刚认识没多久。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，动心了？哎，许你热恋，不许我动心啊！没有，我替你高兴。我时间差不多了，先走了啊。好吧，你去忙吧。哎，祝你们感情顺利啊！祝你们早日见面啊！行。约会还叫我吃饭，还点这么多菜，还我买单。在很多人眼里面，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。索性不用管他们，我们自己快乐就好。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。如果背地里笑话我，
我就当做没听到；如果当面笑话我，我就杀了他。老穆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对过我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这么放不下。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认定你。冰心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相信我。我来看看你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我跟他们宣布，白冰心就是我穆子如的女人。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。不，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。她是白冰心，而不是谁的女人。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，而不是被别人忌惮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你是最美的，是最坚强的。走。白小姐来了，来了。我是白冰心。很多年前，我还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叫康二妞。除此之外，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，陆宁香。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。虽然他没什么钱，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哪怕穷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后来，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，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。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，把我卖到了临芳楼，也就是妓院。在那儿，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。就在我绝望、等死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。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我逃离了临芳楼，隐姓埋名，来了上海。慢慢的，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。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。白小姐，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想，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，唤起社会的良知，就算名誉扫地，万劫不复，就算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。白小姐，我佩服你。白小姐，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武吗？是。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，以证清白呢？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？小凤报，赖之明。第5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暴的赖之明。这个人呢，一向都很尖刻的。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。赖记者您好，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，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。在私塾里，有同学丢了钱，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，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。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。我想问赖记者，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，自证清白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，我若是跳河，那岂不是枉死吗？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你死就是枉死，
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？就是这样。白小姐，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？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：小五说什么，我没有任何的兴趣，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，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，他为什么没有被牵走？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？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，我不明白了，这是天理吗？我听说你的事了，你还好吗？那边有我的药铺，我做生意了。你终于做到了，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。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把生意做好吧，多多挣钱，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，照顾好大顺的娘。那就好。你呢？还好吧？一如既往。那你之后怎么打算？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我女儿还在等着我。好。走，我们去祈福。哎，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不行。哎呀，别怕。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，是这种感觉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现在是民国了，就应该男女平等。男女平等？对啊，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，女人也都可以做；所有男人有的权利，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。我要开药铺，所以就是说我也可以开药铺，可以做生意，可以重振我们家的慈春堂，对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下元了。下元不算什么，在齐州，可能下元数一数二。但如果你走出齐州，走出中国，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下元其实什么都不算。外面的世界。韶华，以你的聪明和胆识，只要你愿意走出去，一定能做大事。那我也能做大事。我还有点事情，得先走了。哎，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能。老二家的跟着，快点。奶奶，这样，
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。你今天的任务是拿下那个浙江客商。哎，萱萱真棒！走了，淼，我走了。哎。宋平，饭呢？你在等我？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。我回齐州，也是为你。什么事啊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？这6年来，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，也一直没有忘记你。小周，你……如果陈大春还在世，我绝不打扰。但现在，陈大春已经不在了，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。4年前，你说今生到此为止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4年后的今天，我想说的是，今生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韶华，跟我走。夏初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韶华了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韶华。我嫁过人，还生了孩子。不管你嫁过多少次，生过多少个孩子，你就是你，我想要的你。夏初，你大哥是夏元，你是枫桥夏家的2公子，而我呢，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，娘家落魄的寡妇，3岁孩子的母亲。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，谁的母亲，你娘家怎样。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，就是你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们是同类。在我牵着你的手，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，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。我们是同类，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。你我现在都是单身。我还有别的割舍不下的。是女儿吗？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。不止。还有什么？表嫂，表嫂，表嫂，大事不好了，要不出事了。啊？都给评评理呀！我哪有从外让头疼？吃了这华川药不能药去大嫂，就成这种话不能乱说啊！具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华川药铺卖假药啊！哎，你可别乱说，这没有的事儿。话不能乱说啊！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，我们负责；如果不是，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。哎，大家都来看呐！华顺药铺卖假药了！哎，大少奶奶，怎么回事？今天一开门就这样了，非说是他们要吃的，我说我要检查，他不让；我说给他请大夫，他也不让，他就在这闹。你们想检查是吧？你们还打人！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哎，打人了！打人！打人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这人在这躺着呢呀，你看不见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必须赔我1万个大洋，少1个大洋都不行！哎，怎么可能？不许冤枉我们！不赔，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！你们想干嘛？你们谁敢砸药铺，我今天就跟谁拼命！哎呀，我的男人呐！这要是没了你，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？他男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。小江，闭嘴！这位大姐，对不住啊，昨天我们药铺伙计在配药的时候一时疏忽，搞混了几味药，所以才导致你男人现在这样的症状。那你这就认了吧？做错了当然要认，不过你也不用着急，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，咱们救人要紧。我这儿呢有特效药，一旦服下，他的病立马痊愈。小王，哎，麻烦你去取5钱五毒草过来。五毒草？快去！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五毒草可是剧毒啊！
寻常人只要服下一钱，就得立刻毙命啊！是啊，这位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正常人粘上五毒草，那确实是要丢了性命。但是这吃混了药的人服下五毒草，却能救命，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。大奶奶，哎，等等，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！这我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，当场好不了，你怎么说呀？他如果吃了好不了，我以命抵命。这份他吃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这份我吃。这算了，不能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小王，把人按住。哎，我不治了，不用治了，没事儿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我们来，再来2个人，把腿给按住。你们别帮忙，按住腿，张嘴，嘴张开，张开，张开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好了，啥事没有。走，快点。小王，把这收好了啊，别让人误服了。柱子，把这都收拾好。好嘞。小宋，嫂子，拿点茶水过来。好。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，都口渴了。小江，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，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9折。好。让你牵绊的除了女儿，还有这一番事业吧。夏先生，您跟我进来吧。好了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各位乡亲，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，今天9折。疼。你怕疼，还帮我挡那一下。更怕你疼。少华，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什么不是问题？你喜欢做生意，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。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，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、学会计，还有管理、营销、市场。但你学成之后，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。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，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，生意可以做得更大。柱子，大少奶奶，送夏先生出去。夏先生，请。少华，要做就做大生意，实业兴邦，那也是国之大事。夏初回来了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夏老板都没跟您说？哦，你先别问，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今天在现场，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，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。这就奇怪了。说这个夏初，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？你像这些年，这个夏老板苦口婆心的催夏初回来，夏初是一心搞革命，就是不回家。兴许是改主意了呗。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舒服？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。你先坐。你说，夏初这次回来，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你想啊，傅宽，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？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，所以夏初他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，对不对？难道是要用那寡妇取代您？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卸磨杀驴。那要真这样的话，那咱就不干了。呸！怎么不干？我现在只要一走，夏老板一定被查账。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，这能查吗？账啊，咱们太难了。这事儿如果传出去，这个齐州城谁敢用咱们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仁我不义，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？我呢，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，他手里没了抓手，他不还得用我吗？对，有道理。
一不要你有来，二不要你丑，三不要你穿错了。小妹妹的花都梁老板，小妹妹呀，小，梁管事，挺有雅兴啊，连吃带喝的，还唱着小曲儿。坐吧，走吧。你们3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。啊，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。谢谢梁管事。少喝点酒，明儿还得干活呢。不多不多，就解解乏。你慢着。哎，今儿去华春药铺闹事儿，反而落了个没趣的，就是你呢。哎，别提了，就为这事儿，梁管事把我们几个狠狠地臭骂了一顿。你们去华春药铺闹事儿啊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不是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哼，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，就你们呐，嘿，不是他对手。哟，掌柜的来了。哎，哟，邢元小姐也来了。叫关大夫。关大夫。哎，他昨晚受了风，我就说今天带他来，请您看看。好，邢小姐，来坐这儿。哎，来把手放上。哎，我给你看看啊。萱萱，听关大夫的话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把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好。王大哥，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。哦，好嘞。柱子，哎，送药。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。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8副药没煎呢，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。这药我去送吧。哦，来，大少奶奶，您辛苦。是谢家老爷。哦，跟许家少奶奶。好。你来了，来，这药啊，一定要趁热喝啊。有劳了，大少奶奶。应该的。大少奶奶。哎，拿好，去抓药吧。谢谢大夫。啊。关大夫，萱萱呢？啊，掌柜的。哎，萱萱在后院呢。哦。萱萱呢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感染了风寒。哦。我给她开了2副药，吃完就应该没事了。不过这2天啊，需要注意，千万别再喝风着凉了。好，谢谢您啊，关大夫。When I wake, it's sweet to find I'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。好棒啊，萱萱！娘，我会唱英文歌了。你唱的真好。我还会说英语呢。是吗 ？Come 是过来 ，Go 是走 ，Yes 是是的 ，No 是不是。还有呢？妈咪 ，I love you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，这是地球，我们就住在地球上。这是月亮，月亮围绕着地球转。这是太阳，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。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。这些都是你画的？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，特别长见识，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。画的真好。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，不管是什么，跟萱萱讲一遍，萱萱就全记住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，还学会了很多字。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，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。系统的教育是？少华，我们带着萱萱